近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战争频繁如影随形。然而，在这些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中国人民却从未屈服。正是在这些艰难困苦的时刻，中国人民顽强不屈，以钢铁般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开辟了属于自己的道路。我们今天所享有的和平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血肉之躯换来的。他们的英勇奋斗和无私奉献，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铭记的历史。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在中国的战斗史上，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国军，都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涌现出了许多极其出色的将领。这些将领不仅在战场上表现出色，而且在战争策略、战术安排以及指挥能力上都显示了非凡的才华。他们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不仅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还在艰苦的条件下为保家卫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期视频，我们将深入探讨国共两军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同抵御外敌时，国军中公认的5位最为卓越的将领。这些将领不仅在战场上屡次获得胜利，还在战略布局和战术执行上展现了高超的能力。我们将回顾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辉煌战绩，了解他们的指挥风格，以及他们如何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中为中国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通过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人民在抗击外敌侵略中的英勇与智慧，也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那些为国家和民族付出巨大牺牲的英雄们的光辉。排名第5的是卫立煌，他于1897年出生在安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位杰出军事将领。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国民党2级上将，是蒋介石的亲信和重要助手。他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在战场上得到了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卫立煌在抗战期间的表现尤为突出，他曾担任第14集团军的总司令，领导这支部队在忻口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忻口战役被认为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次重要防御战役。卫立煌的部队在这场战役中成功击退了数以万计的敌军，展现了极高的战斗力和防御能力。这次战役不仅极大地遏制了敌人的进攻，还充分展示了国共合作的巨大威力。在战争中，卫立煌的指挥决策和战术安排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这场战役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场经典之战。卫立煌的军事才能不仅在国内得到了认可，他的美名也远传国外。在国际社会上，他曾被外国人称为百战百胜将军，这一称号充分体现了他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和无可替代的指挥能力。卫立煌不仅以其战斗胜利赢得了尊敬，还因为其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冷静和智慧，成为了中国抗战时期的一位民族英雄。此外，卫立煌在担任司令长官期间，还有一项不可忽视的功绩，他成功地消灭了在缅甸横行的日军，确保了滇缅通道的畅通。滇缅通道是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的重要补给线，对于抗战期间中国的物资供应和战略布局至关重要。卫立煌的成功行动不仅保障了这一战略通道的安全，还为中国抗击外敌提供了重要支持。排名第4的是孙立人，他于1900年出生在安徽，是中国抗战期间一位非常杰出的军事将领。在抗日战争中，孙立人担任中将，因其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和突出的指挥能力，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他的军事才能和勇气在多场战役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使他成为了中国抗战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孙立人的战功不仅在国内战场上卓著，他在国际战场上的表现同样令人瞩目。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缅甸战役中的表现。在抗日战争期间，孙立人亲率部队前往缅甸支援盟军，面对艰难困苦的环境，他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毫不退缩地投入战斗。最终，他成功帮助盟军脱离了困境。这次战役被誉为近乎奇迹般的成功，使孙立人的名字在国际间广为传颂。此外，孙立人在第2次缅甸战役中的表现同样出色。在这场战役中，他以少胜多，不仅在兵力上给予日军沉重打击，还在物资供应上使敌军损失惨重。孙立人所指挥的部队凭借精妙的战术和出色的执行能力，使得敌军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这场战役不仅凸显了孙立人卓越的指挥才能，也为中国在战争中赢得了宝贵的胜利。孙立人的卓越表现和英勇事迹得到了蒋介石等高级将领的高度赞扬。
并为他授予了多枚勋章。他的战绩和贡献在中国抗战历史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虽然他在我们的排名中位列第4，但他的成就和对抗战胜利的贡献却是不可忽视的。排名第3的是张自忠，他于1890年出生在山东，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军事将领。张自忠在生前已经升任陆军中将，他的战功显赫，为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去世后，国家对他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追赠他为上将，以表彰他在抗战中的卓越表现。张自忠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他曾指挥了台儿庄战役，这场战役在中国抗战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台儿庄战役中，张自忠指挥的部队成功地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这不仅有效遏制了敌人的进攻，也为中国军队赢得了极大的士气支持。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深得百姓的信任与认可，使张自忠成为了当时的民族英雄。尽管张自忠在战场上屡建战功，但在抗战期间，他在留守华北与日本军队周旋时，曾因其策略和行动被一些人误解，饱受非议。有人将其指责为卖国贼，对他的忠诚与贡献产生了疑问。然而，张自忠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怀着坚定的爱国之心，继续为国家和民族奋斗。在枣宜战争中，他英勇作战，最终为国捐躯，展现了无畏的英雄气概。张自忠的殉国行为不仅再次赢得了国人的深切敬佩，也感动了敌人。敌军为他举行了军祭，表达了对他英勇表现的敬意。而蒋介石也亲自参与了他的国葬，以此向这位为国家献身的将领致以崇高的敬意。排名第2的是李宗仁，他于1891年出生在广西，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军事将领。李宗仁在抗战时期担任国军1级上将，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他在多个战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显著的战果。李宗仁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在台儿庄战役中的表现，他与白崇禧搭档指挥来自各地的部队，在这场关键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台儿庄战役不仅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场重要胜仗，也是在抗日战争中对日军进行的重大打击。在战役中，李宗仁与白崇禧有效指挥了部队，成功击败了日本作战能力极强的部队，重创了其现代化的军队。这场胜利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也为全国抗战的胜利注入了强大的信心和动力。然而，李宗仁的军事才能不仅仅体现在战场上的胜利，他在抗战期间面对复杂的局势时，展现了出色的战略眼光和深思熟虑的决策能力。当中国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时，李宗仁做出了一个艰难但明智的决定，将60万兵力有序撤退，避免与日军再次进行正面交锋。这一战略选择不仅有效避免了可能的重大损失，还为中国军队保存了宝贵的实力，保持了战斗的连续性和战略的主动权。李宗仁的卓识远见和精湛的指挥能力，使他在中国抗战历史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他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安排，不仅为中国军队在抗战中赢得了关键胜利，也为后来的军事指挥和战略决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排名第1的是薛岳，他于1896年出生在广东，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军事将领。薛岳在抗战期间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包括湖南省主席和司令长官等。他被公认为在抗日战争中歼敌人数最多的将领之一。他的卓越战绩和指挥能力使他在中国抗战历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薛岳在担任司令长官期间，指挥了武汉会战。这场会战被认为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次重大胜利。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战历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激烈的战役之一。薛岳作为指挥官，充分展现了他的战略眼光和战术能力，为中国军队赢得了这一关键战役。这次胜利不仅极大地遏制了日军的进攻，也为中国军队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提升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在武汉会战取得胜利之后，薛岳又凭借第3次长沙会战的出色表现获得了勋章。这场战役同样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次重要胜利，薛岳的指挥能力和军事策略在这场战役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和认可。通过这些战役，薛岳不仅在军事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还赢得了广泛的民心和高度的评价。然而，薛岳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勋章和荣誉，
他的最大成就体现在实际的战斗成果上。据统计，薛岳指挥的部队在抗日战争中成功歼灭了敌军约14万余人。这一数字充分体现了他在战场上的非凡能力和卓越贡献。这些战功不仅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薛岳赢得了无可替代的地位。薛岳的军事才能和战斗成就，使他成为中国抗战时期最为杰出的将领之一。他在抗战中的辉煌表现，不仅展示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也体现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忠诚。薛岳的传奇经历和卓越贡献，使他在中国抗战史上占据了第一的位置。他的英名和事迹将永载史册，成为后人铭记和学习的楷模，无愧。